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今天是我们3位大叔在一起录节目的时候了。今天我们要创新，要改变，对，要不一样。我们是有创意的大叔，我们是新的大叔，所以我们崭新的大叔。那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要聊一些很有趣的中文词汇。那变叔我们要聊什么词汇？这个字是什么字？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中文中很多的词，他们你可以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词他们最后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比如说感这个词，我们比如我们有这种兴奋感，有满足感、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字就是族，民族的族，族群的族。对。好，那讲到这个族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的意思吧，对不对？族可以是民族，对吧？比如我是汉族，我的民族是汉族。对，茶叔呢也是汉族吗？我也是汉族，我们都是汉族。不用问你啊，我知道，不需要问你。这个很好玩，这个在台湾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说我们是汉族嘛，结果我们那个政府把汉族改成其他族。啥我们就觉得其他族，你们不是最主要的族群吗？汉族不是最主要的族群？对啊，我们变成其他族了。那除了其他族还有什么族？他不想承认我们是汉族啊。他们变成主流的族是什么呀？主流族就高山族吗？台湾有98%的其他族，我们满头问号。原来我们是其他族，就是他不想和汉这种东西扯上关系，对，就是无聊透顶。对，政府真不要转移话题了，转移话题。好，那我们聊聊诗人族，诗人的族，对，诗人族就是吃人嘛。那这里的族就是这个部落了，对吧？这个吃人的部落，诗人族，对可能是一群人。但今天我们的族是第3个意思，是那个社会的族群，就是有一种社会现象，觉得他们是同一类人，我们就会用这个族来描述这一类人。那对，灿叔先，你准备的那一类人是什么？我准备词汇和笨叔有关系啊。你看笨叔是一个小鲜肉，然后我就想小鲜肉我是小鲜肉，谢谢我一直以为我是大叔。好，谢谢你。你的脸呢就是很嫩啊。20年前的小鲜肉啊。然后就想K-pop 然后就想了很多明星然后我就想到好多小姑娘很狂热。对，就是那种其实我们就会把一个族群和这种很狂热的粉丝这种东西连在一起。他们叫做追星族，他们真的是好像会关注这个明星的所有生活点滴，甚至我们看新闻的时候老看到一些这些粉丝专门可能从全国各地专门跑到一个机场，就会拍一下明星的那一个从里面出来的那么一个瞬间，然后呢在尖叫这样。我遇到过追星族。你遇到过是吗？你遇到过追星族？你有这么红吗？你这么红吗？我还当过追星族呢。你当过但是我遇到是因为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在机场的那个休息室，然后那个休息室是因为我那个信用卡的一个福利，所以我可以进那个休息室。VIP 的是吗？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明星，然后他周围围着好多人，就给他照相然后给他送花送礼物。你认识他吗？他签名。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这个明星是谁，因为他一直戴着口罩然后他夏天穿着羽绒服，然后就是还戴一个那个假帽，就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周围的粉丝都好感动就有要哭的感觉，哭了好激动，看到真人了。我在想戴着口罩都看不出来，都看不到眼睛，都不知道是谁。最主要他们都知道明星的行程是怎么样的。对啊而且甚至还有另外想办法进来。对，这个词还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词叫饭圈。我们饭不就是英语的 fan 对不对
粉丝、粉丝、饭圈，还有另外一个有个词语叫做私生饭，好像我听过这个，就是他们饭是哪一个饭？饭就吃饭的饭，它其实就是fans 的那个英语这个翻译了，在大陆是这样说的。这种人他们专门去跟踪明星，然后去找到他住在哪里，甚至有时候明星住在什么酒店，他都知道，然后半夜就敲门，然后去骚扰人家。会有，他不是狗仔队，他就是粉丝，超级狂热这种黑粉狂热的粉丝，过度了，不算黑粉了，对，就是过度的粉丝，私生饭，过度狂热，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让我联想到，就是稍微展开一点点，就是现在很多明星大家看到很光鲜的这一面，因为他都是包装出来的。很多这些追星族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比较多，但是年轻的小姑娘我觉得是主流最多的。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明星好多都会塌房。其实他们的整个塌房，你知道吗？对不对？他的明白，就是他给大家一个等等很高尚的道德的人设，然后后来发现塌房，他背后抽烟吸毒都来啊，都有。塌房是什么？怎么写？塌房就房子塌了。塌房，OK，对，塌房或者是翻车，那个车然后翻过来，翻车我知道，是的。OK，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些黑料被这个媒体曝光出来之后，然后跟他们以前营造的人设不符合，然后粉丝就塌房了啊。对，特别但这个追星族很狂热，即使这些明星塌房了，他们还是会维护这个明星。对啊，那除了这个族还有什么族呢？那如果一个人追星就一直给那个他的明星花钱的话，就是一直这个就是我来介绍一个族叫月光族。对，像刚刚灿叔说的一些力量什么代替月亮就是消灭你。不是那个 moonlight， 是一样的。对，这个有2个意思啊，可以查出来解释一下。对，但那月光族其实就是这个月是每个月，然后我们上班族每个月都会领到薪水，对不对？那月光族就是每个月都把他的薪水花光光，一拿到薪水就花光了，一分钱都不剩了。对。那这个尤其是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成为月光族。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物价越来越高了，所以东西变贵了，他也没办法把钱留住，没有办法储蓄所以他会成为月光族。还有就是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就是他不晓得怎么投资，也不晓得储蓄，所以钱就花光了或者是有的人觉得他这个月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一定要犒赏自己，所以他会想要赶快把这些钱花光来奖励自己。这个200块钱的自助餐吃吧，奖励一下自己。对像Ben叔有很高的几率成为月光族那我是觉得说点外卖以后就成月光族。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月光族，其实我现在觉得蛮多人应该是月光族的因为薪水又低，物价又高，又抱着想要犒赏。对，然后你像我很多朋友或很多学生，他每天都喝那个星巴克咖啡，每天早上一定要拿着一杯很优雅的，在路上边喝星巴克咖啡边走，那一杯星巴克咖啡可能就花很多钱了，每天都喝，那一下就花完。现在有一个很蠢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叫那个拉布布，你知道吗？很火的，在全世界都很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能火这份上。这是一个毛绒玩具，一个我们叫时尚潮牌的那个一个毛绒玩具，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故意搞这个饥饿营销，就是你很难买到这种潮玩的这个毛绒玩具叫拉布布所以如果你就是其实很便宜的一个毛绒玩具，但是因为它搞饥饿营销，所以大家都要在市面上抢然后送人，感觉很有面子。很多年轻人就是本来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可能基本上一大部分的这个工资或者几个月的工资都花出去，就为了抢一个拉布布。对，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有个限量款的卖了108万一个拍卖一个108万拍卖出来了。但是我觉得
说不定是他自己人买的，就是一个玩偶而已。这个公司上市呀，然后他让那个创始人成为了河南省的新首富，他就真的而且在全世界都已经疯了，我也看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他们公司已经开到巴塞罗那了，对，这个公司，这个叫 Pop Mart 泡泡玛特，然后他就是反正是做的特别成功啊，就这种潮玩的东西，而且他可说那个设计那个东西好像嘴巴咧起来，但很多人年轻人说这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东西。回头你放一个拉布布在屏幕上啊，找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追求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对，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再赚就好了，成为月光族又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觉得我花这个钱对得起自己，让自己开心满足、快乐，能够用钱买到，那就算我每个月把钱花光，那又怎样？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能说是对或错，就是每个人想要满足自己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刚刚像你们说的那个现象，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你们说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所以他愿意花这个钱，然后也让这个商家有机会用这种行销方式让你掏钱出来。所以我觉得月光族也代表着一个商业的现象，就是商人如何绞尽脑汁让你自愿的把钱掏出来去买他的东西，让你自愿的成为月光族而不会后悔，然后还感到满足。但是你买的东西基本上这个是个废物。还有就感觉现在这个躺平文化，就是觉得我赚那么多钱我不要攒着，我就花吧啊。对，然后就现在没有什么这种节省的意识了，就我甚至有个学生就是他喜欢买球鞋，他会去买那种限量版球鞋，所以他就是花好几千块去买一双鞋子，可是他家里明明已经有50-60双鞋子了，对，他才一双脚，他能够穿多少鞋子？在说我吗？然后呢，我囤了好多鞋子，我每一双我都不穿就囤着。他就是我那个学生就是收藏用，可是他一个月才赚几千块的人，然后对，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就是日本和韩国本来走在中国前面。你像韩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买奢侈品，奢侈品在韩国就是特别的年轻人买特别多，但其实他们赚的钱也没有那么多。就像笨叔说的，他们其实已经不在乎，我也不想省钱，也不要生孩子，也不需要结婚，那我就花在自己身上，快乐就是快乐。对，真的是。所以笨叔原来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买了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好看，然后最后发现买完好几年都不穿，然后每次搬家都要背着一大堆鞋盒和鞋。但你也不可能把它丢掉嘛，所以你就是要所以那个心态是什么？就是你买这些鞋子，就那个鞋的形状很好看，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好像鸭子的脚一样。有什么好看？好奇怪的人哦。这个鞋叫 Beatles， 就有点那个甲壳虫的那个那个感觉，就是很好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中招了，然后我就一直收藏这个鞋。就只收藏这种类型的鞋是吗？就是舍不得穿，就觉得还蛮贵的，然后就是现在我已经不买了，我已经那个不上头了。但有一段时间特别上头，就是一看这个鞋打折了。打7折，那我就买。对所以下次我们还得做一期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剁手族也是对吧？也是一个族，剁手族，对剁手族，对啊，就是我每次看到这个鞋打折我就买所以但是现在我要做你要成为剁手族。把我的手拿菜刀剁掉就不要再买了。对，需要，因为说实话，那个东西你也没有保值的。有些奢侈品你买了，它会升值的，对，它是可以保值的。这个不会保值。对对，像有人去买奢侈品是为了投资因为它可以升值。这个不是奢侈品，我就是觉得好看，我就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就会突然对某一个东西上头，你就想买。对，这样。会的。拉布布就是你有这种，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但我知道大家有这种类型的。
它其实不一定是这种，比如说你买一些，比如说像我老婆特别买吃的，特别爱囤吃的，其实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就是为了心里一种满足感。我是觉得这种心理的满足感、情绪的这种价值，就是现在越来越大家会看到这种商机很多的。对，我们大叔也在提供情绪价值，不然看我们这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叔是这个知识付费，知识你学了就是一辈子跟着你的。你这鞋的话，你搬家几次然后万一时间长了坏了就扔掉了啊。但是知识我觉得会有啦，就是我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月光族，但是他收藏的东西特别奇怪，买水晶，他会花很多钱去买水晶，一个水晶好几万块，他就是放在家里，他会觉得水晶可以散发出正能量。然后会让他的运势变好对，所以会。我觉得台湾蛮火的这种，对水晶类的东西特别多人买。过渡到我的词了就现在大家买东西消费这么冲动啊，然后很容易就变成月光族，或者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这种贷款买东西，现在有很多机构都是借给你现金，然后高利贷的这种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利息越滚越多，然后工资每次都花光了，这个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只能回家找爸爸妈妈借钱，或者是不租房了，回去就干脆就住在爸爸妈妈家。对，然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把他们叫做啃老族。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吃苹果的时候就是这个门牙去咬这个苹果的时候嘎嘣脆，对吧？或者这个狗不是啃骨头对啊，那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用力，但是非常的爽，对吧？有一种爽感在里边。啃老族就是直接就回去啃父母，咔咔咔咔咔，一点都没有心疼父母的感觉，觉得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是理所应当的，对吧？对。现在特别中国这个父母挺喜欢，只有一个孩子嘛，特别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父母都很宠孩子，很溺爱孩子。所以孩子觉得回家啃老没什么没什么，不会愧疚。对，而且很多父母的退休金比孩子的工资都高，说实话。够高，对，那是吧？对，一般首付不都是父母给付吗？是啊，而且呢，基本上啃老族这个词汇我之前介绍给我学生过，所以我很多学生说他们是学生，他们说难道我是啃老族吗？要特别注意，啃老族这个是用在其实你有赚钱的能力，成年了，你已经工作了，你可以独立，你可以工作，你可以独立，但是你不选择工作，你也不想独立，你选择的是住父母亲的家，用父母亲的钱，那样子才叫啃老族，而且通常是父母亲有一点不能忍受的感觉了吧？就是这个是蛮负面的词汇啦，我觉得。对，啃老族。对，学生的话一般还比较积极，还是那学生不是父母还愿意学生的学生不一样的学生的目标是为了读书嘛？那当然就不是啃老族所以啃老族特别用在成年人，特别有一些可能你已经40几岁、50几岁的人了，你有能力工作，但是你还是选择在家里啃老。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时有耳闻啦这个社会里的确是有这样的族群存在可能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那加上现在经济状况不好钱又赚得不多，这很容易会成为啃老族。而且有时候你想要放弃人生了，就想说你父母亲也不忍心，那就会照顾你然后你也习惯了，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想要啃老，父母亲也愿意让你啃老，就变成一个现象，社会现象对OK 好，台湾的啃老多不多？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个世界趋势吧。我觉得和经济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很有关系。对，确实。然后现代的人也很难找到生活的目标，所以他就可能就放弃自我了。你像我有一些堂哥，然后他就是靠他父母亲的那个退休金，他父母亲的退休金一到银行户头，马上被小孩提出来用。对，那父母亲用什么钱？
父母亲就是用剩的，所以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啃老族，然后他们平常也连打零工都不想，然后他们拿到父母亲户头的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那个月的烟买好，酒买好，对，剩下的钱他自己留一些，然后留给父母亲的已经很少了。对，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啃老。那其实父母亲的退休金，他都觉得父母亲的退休金就是他的了。对啊，那父母亲也是我照顾的，虽然特别老人就是无法自理的时候，然后那个孩子就觉得那个退休金就是自己的钱了。对，所以我觉得老人能活1个月，就多拿1个月的钱。这个现象我觉得慢慢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蛮悲哀的一个现象了。对，是。确实好 ，OK。所以“族”这个词很有用啊！大家如果能想到其他的带“族”的中文的词，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真的有超多的啊！你们想到了，你们之前学到的就写下来啊，然后让大家都看到。美人族，美人族是什么？美人族是美人，第一次听到编着。那我们大叔是大叔族。眼镜族，对，也可以自己编这些词，对，白发族、低头族、上班族我们有银发族，对不对？都有。其实它就是一个族群的意思，只要够多人，它就能组成一个族群嘛，对不对？然后是一个，我觉得跟社会现象很有关系的，是的，就会成为一个族群。好，那么刚刚我们聊了很多什么什么族那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词汇，我觉得这些族也代表着它背后的社会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3位大叔聊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那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想到其他的什么什么族，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越多越好然后呢，我觉得大家集思广益嘛，大家的中文水平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会提高很多，步步高升。然后步步高升。你们有想听哪一个字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展开。对。就很好聊我们3个聊的时候就真的我没有想到会聊出这么多有意思的现象。是的，我以为可能只能聊5分钟。对，没想到我们这么喜欢聊，我们聊了好久。对，好 ，OK， 那我们就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类型的节目，也要在下面留言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威胁观众，威胁大家。好，那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拜拜。